快看快看，亮了！是天灵根，这次的收徒大典妖孽这么多呀！要是能拜在我门下就好了。什么时候才能收到徒弟啊？我穿越了，身份是天云宗道风宗主，但我门下却连一个徒弟都没有。好，你可愿拜入我神剑峰？弟子愿意，只要不是道风就行。道风峰主，今日可收到徒弟了呀？哎呦，瞧我这脑袋都忘了。道风峰主丹田被损，修为停滞，道风的弟子都跑没了。这康峰主的嘴还真是臭啊！道风峰主，3日之后新生大比，道风若是再垫底，就要被解散了。到时我会跟掌门求情，让你去我的神剑峰扫茅厕。哼！哎呀，苍天啊！说好的穿越者必备金手指呢？检测到宿主强烈意愿，废物收徒系统激活成功。什么？废物收徒系统？只要你收的徒弟越废物，奖励越丰富哦。修仙界的天才不好找，废物是遍地走啊！在场就有几个武灵根废材，其他风不要，我这机会不来了吗？你可愿拜入我道风？弟子愿意，只要能加入宗门，我愿意给师傅端茶倒水，干什么活都行。好，以后啊，你就是我道风的亲传弟子了。我叫周青，也想拜进道风。好，周青拜见师傅。你可否愿意拜我为师？我愿意，只是为何要收我们几个为徒啊？有人天赋绝顶，一出生就是天之骄子；有人天赋平平，终其一生难登大道。本座便是后者，勤学苦修，才成为一峰之主。你们没天赋，本尊便带你们走一条新的路，练出比天才还强的战力。谢师傅。谢师傅，恭喜宿主成功收徒，奖励满级功法悟性。3日之后的新生大比，我们一定努力修行，绝不给您丢脸。修行的事情不能着急。系统支线任务发布，教导弟子修行3天为限，根据弟子修行程度分发奖励，失败奖励无双化翼。双喜啊，你吸收灵气缓慢，不妨试试剑，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。师傅，剑道虽强，但需要注入灵气。飞也，你们可知何为剑？修剑者，手中一草一木可为剑，皆可斩万千星辰。双喜，3日之内，你若能从中领悟剑意，便算入门。师傅，我看不懂。看不懂就对了，不过是随手划的。他灵根废，剑道天赋能好到哪儿去呢？那种天生剑神的概率，比中1亿彩票还低。哼，我运气岂会那么好？修剑道之事急不得，慢慢来。师傅，我知道了，我一定努力修行。云雅，你想学点什么功法呀？师傅，我曾经对掌法有天赋，所以想继续修炼掌法。云雅，这个掌法呢太过刚烈，不适合女修。我这有一本《慧元太极拳》，是一位至高强者马大师留下的，你可愿意修炼？一切听师傅的。你丹田邪火太旺，虽然说不适合修炼，但不妨试一试炼丹之法，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。炼丹，这弟子可以吗？你不试试怎么知道啊？弟子谢过师傅。去吧。安排好了他们仨，
我就可以找狗系统兑换奖励了。李双喜成功修行剑意，任务失败+1。师傅，徒儿领悟剑的含义了。你怎么悟到的？多谢师傅在石碑上留下剑意，师傅让我心中无杂念，心中只有剑意。徒儿，别悟了。我说的剑心通明就是为了装逼，你怎么就真的悟了呢？徒儿，你先起来。这为师问你，你之前有没有测过剑道天赋？徒儿只测试过灵根，未测试过剑道天赋。肯定是天赋恐怖，不然哪能短时间内领悟剑意啊？李双喜的任务失败，发布新任务：10天内阻止徒弟剑意大成，成功奖励至尊神王体，失败奖励装逼气场。虽然失败一个，但是还在接受范围内，另外2个总不能也都是天才吧？师傅放心，徒儿必定努力修炼，扬名我道风。哎，别，师傅，怎么了？这修剑之人最忌急躁。是，师傅。你们2个悟了没？师傅，弟子愚钝，不如大师兄，至今都没有头绪。弟子也没有头绪。没头绪就对了，可别学那孽徒脑补。哎，不急，修行哪能急啊？莫要有太大压力啊。是。洛风主，各大峰都知道你收3名废物徒弟，不知修行的如何呀？让王峰主见笑了，我这3个徒儿愚笨，一直没突破炼气期。嗨，瞧我这记性，洛风主收徒看的是缘法，又不是天赋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我那几个不成器的徒弟，今年好歹也有2、3个突破到炼气5层了，勉强能上场比划比划了。挺好。我徒弟越废物越好，等我飞升时，你们还在元婴期打转呢。哼，到时候也希望你们这么乐观。洛峰主，听闻前几日你的弟子砍柴动静挺大的，该不会是练了什么砍柴功法吧？不过洛峰主也不要气馁，你看我的徒弟赵飞，资质平平，好歹是一个天灵根，也才3日，碰着剑意门槛了。什么？3日摸到剑意门槛？这是难得的天才呀！哪里？我大徒弟要不是我压着，早剑意大成了，轮得到你们显摆？康峰主谦虚了，不像某些人的徒弟是天生废物。别说剑意，连剑都没摸熟吧？别到时候剑拿不稳，伤着自己。王峰主，话不能这样说，好歹洛峰主今年不是一个人，不至于冷清嘛。既然2位峰主如此看好自家徒弟，那不如我们打个赌，如何？你想怎么赌？就让我这砍柴的大徒弟李双喜上台领教2位高徒的手段。若他输了，我洛林即刻辞去峰主之位，去神剑峰扫茅厕3年。若是他赢了，只需康峰主当着全宗弟子的面承认我道风所传并非废物之道，而王峰主嘛，就为方才的话向我这3个不成器的徒弟赔个不是。既然你这么相信你的徒弟，那就比试一番。好，那就开始吧。何必呢？赵师兄炼气期2层了，李双喜死定了，他赢了我道里拉稀。我的胳膊啊！不可能，废物秒了炼气期2层。这世道怎么了？混账！这怎么可能？一个废物而已，赵飞定是一时失手。我徒弟徐家峰资质尚可否挑战洛峰主的徒弟？当然可以啊。接下来，王峰主门下徐家峰对战洛峰主门下李双喜。徐师兄加油！徐师兄必胜！我徒弟资质平平，不过在我教导下，突破炼气4层，让各位见笑了。徐家峰炼气4层，善用水系，我炼气6层，赢他没问题。动手吧！不自量力！李双喜就是侥幸赢了赵飞，徐师兄定会收拾他。对，他就是个小丑。李双喜不是废物啊！
怎么能一招放倒徐家峰？2次赢总不是巧合，难道我漏掉了天才？把你们师弟扶下去，好生照料。是师傅。康峰主，你那几个天才弟子呢？除了赵飞，怎么不叫上来挑战？他们今天身体不舒服，就不参加了。哦，王峰主，你那几个好徒儿也不让我见识见识？哎呀，哼，前一刻王峰主不是还说徐家峰资质好，现在看来嘛，确实得好好磨练啊。我宣布，本届新生大比冠军是洛风主的大徒弟李双喜。好，师傅，我没有辜负你的期望，这次我得了冠军。为师知道了。师傅，这次我拿的冠军，你不高兴吗？怎么会？我能说我不高兴吗？这小子要是迷上剑道，我任务奖励就泡汤了。徒儿，你这次做的不错，但心急吃不了热豆腐。不管做什么事情，都要循序渐进，可千万别私底下偷偷修炼，否则影响你的根基。是，师傅。接下来我不会急于求成，一定会先调整自身的状态。不，你啊，不需要怎么调整，你只需每天去砍点柴回来，其他的事情呢，不要去想，也不要去做。是，师傅，我现在就去砍柴。只要混过去这几天，这小子升不了级，我的任务就能圆满完成。师傅，师傅，大师兄都有事情做，我该做什么？你帮你师兄把这些柴劈成2半，堆放在旁边的柴火堆上。这还是有空的话，顺便把1日3餐也做了。是，师傅。你呢？这身上有伤，不便行动，先休息几天再说。这几天千万不能练习，不能乱动，免得留下后遗症。是，师傅。这下不会有人偷偷修炼了。我有事出去一趟，你们守着这儿，别惹事，按照我吩咐的做。是，师傅。越砍越快，没用力反而更顺。对，剑道重速度。我突破炼气9层了。之前总想着排邪火，原来劈柴劈熟了，闭着眼都能分。火也一样，要控不是排。师弟，我又突破了。师兄，我也领悟了。我们错怪师傅了，原来师傅让我们砍柴，是为了让我们磨心性。对，等师傅回来，我要当面认错。师傅，咋了？师傅，我砍柴是顿悟，现在炼气期9层了。9层？师傅，我劈柴时也顿悟，现在是炼气期4层。砍棵树劈个柴能领悟啥？这俩孽徒是存心不让我活啊！师傅，你是不是不太高兴啊？没有，你们能突破，为师很高兴。师傅，我已经把邪火化为身体一部分了，能自由运用了。不错不错，最废柴的一个居然成了火系法师，老天爷这是玩我呢！这俩孽徒动不动顿悟突破，不让人活了，还是云雅乖，不添麻烦。师傅，我体内的毒1日不除，就没法修炼，注定是个废柴。这样不是挺好吗？修炼一事急不得，顺其自然，到了时候嘛，自然水到渠成。可我的伤差不多好了，我想试着修炼。不行。你这身体里的毒素没清干净，千万不能修炼。要是闲得慌，就去帮杂役弟子洗衣服，磨练心境。是。师傅，那我继续去砍柴？别，你就喝茶，发呆就成。是，师傅。
水变浑浊，就像我体内的毒素。水的清浊、阴阳、毒素、浑元太极，这之间有什么联系？太极是阴阳交融，水的清浊是阴阳转化。若是能把握住这个平衡点，毒素就能排出体外了。我悟到了。师傅让我洗衣服，是为了悟这个。我要告诉他，我没辜负他。我要告诉师傅。大弟子悟剑意，二弟子掌金乌火，还好有凌云雅，奖励还有希望。师傅，我突破了，我再也不是废柴了。刚夸他懂事就打脸，这是要气死我！师傅，你为什么不高兴啊？小雅，你告诉为师，你是怎么突破的？哎，师傅，你让我洗衣服时，我看水由清变浊，由此领悟了阴阳之道。师傅，我再也不是废柴了。我真是疯了！女孩子该富养，洗什么衣服？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这是热乎的烧鸡，孝敬您的。师傅，还有上好的女儿红。还好不是突破了。师妹，你突破了。是啊，我炼化了体内毒素，到了炼气5层，都是师傅的谆谆教导。若不是师傅的教诲，恐怕我此生都无法修行了。没错，若没有师傅，我这辈子都控不住体内邪火。师傅再造之恩，请受弟子一拜。造孽啊！这是你们的元法和悟性，不用谢我。师傅深恩赐海，却不居功。所谓的圣人，大概就是说的师傅吧。师傅无需多言，我们都懂。你们懂什么了？嗨，我又该懂什么？起来吧。谢师傅。谢师傅。嗨，鸡腿不香了，酒也没味儿。师傅叹息，我们这点成绩算什么？修行界大能无数，居然沾沾自喜。对，师傅是在提醒我们不要自大。我以后一定更加努力，不让师傅失望。师傅深意，弟子已然领悟，请师傅放心，弟子绝不会因为取得点成绩而沾沾自喜，今后定当勤加修炼，绝不让师傅失望。他们领悟了我的深意啊！我刚才就叹了口气啊！你们不修行，我都快气疯了。要真用心修行，我还怎么在修真界混啊？几个人都喜欢脑补，只有把他们打发得远远的，才能让他们不再脑补过度，影响我完成任务。只是周青有金乌之火，如果在外面遇到点奇遇，吞噬一些天火地炎之类的奇珍，修为怕是会疯长，得留在身边盯着。李双喜和林云雅没有我的提示就是普通人，走了也翻不起浪。双喜、小雅，你们二人既已领悟自身的道，再待在山上意义不大，倒不如出去闯荡一番，提升见识，为日后铺路。师傅，您要赶我们走？师傅，弟子资质愚钝，求您收回成命。痴儿，为师怎会舍得赶你们啊？修行不是闭门造车，只有见过足够的世面，才能冲向巅峰。那周青师兄为何不用历练？你周青师兄，他丹道天赋未稳，需闭关增底蕴，暂不宜出门。人的修行天赋不同，需因材施教，才能让你们成才。你们此番出去，好好历练，莫要丢了宗门脸面。师傅，不知我们什么时候出发？修行修的是心境，性之所至，心之所归，就现在出发吧。是。还不去修炼？系统任务发布，请宿主教徒弟5日后参加宗门炼丹大会。若周青未获前3名，奖励天地悬浮塔；任务失败，奖励高人气质装逼神器。天地悬浮塔能攻能守，若能得到，我能一跃成为世界之巅。至于这高人气质，有些鸡肋了。
没实力装逼，若失败会直接社死的。徒弟，你这炼丹术最近修炼的怎么样？师傅，我最近一直在压制体内邪火，还没来得及学您教的丹道。来不及就好，就怕他已经入门。这宗门5日后有炼丹大会，你去参加。师傅放心，徒儿一定刻苦修炼，绝不让您失望。哎，别，这段时间你千万不能炼丹。师傅，这是为何？无需多言，你该干什么就干什么，就是不能偷偷炼丹。弟子遵命。原来师傅让我修习丹道是这个原因。丹道程序繁多，若是修习进去，就会被其中的条条框框所限制。而他没有修习，相当于站在局外的角度，看到炼丹的本质。风云无形无相，这不就是丹道吗？我突破筑基了，我就知道师傅的一言一行定有自己的深意，听师傅的话准没错。明天炼丹大会拿第一，再告诉师傅，给他个惊喜。哟，道风峰主亲自带徒弟来了。上次拿了个第一，这次还想再风光风光，带徒弟来见见世面罢了。竞争这么大，洛峰主就这一个徒弟，要不我借神剑锋几个徒弟给你，好歹也撑撑场面嘛。不用，我对我弟子有信心。师傅，我会努力的，尽力就好。去吧。萧然、林坤、纳兰嫣红，这3个天赋顶尖的，哪个不是经营丹术数年？周青连基本要领都没学会，我特意不让他练，就是怕他冲动，可别真去拼什么第一啊！本次炼丹大会正式开始，请参选弟子入场。洛峰主，你徒弟这是傻了？站着不动算怎么回事？道风没人，也不能派个呆子来呀！弟子表现差，丢的可是你道风的脸。他自有分寸。这傻徒弟真的连怎么开始都不会，早知道就该把他锁在道风，不让他来丢人现眼。可他刚才那眼神怎么像在发誓要拼第一啊？你看他那样，恐怕连丹火都不会引吧？道风要完喽！不怕他不会炼丹，就怕他会。天地悬浮塔稳了，连这俩仇人都顺眼了。啊！火灵，那是传说中的火灵。天佑我天云宗啊！掌控了火灵，就拿到了炼丹师的门票，日后大丹师都能往上冲一冲。凤凰蹄、白虎啸、青龙盘、玄武仰，丹文是丹道之文啊！如果说掌控火灵只是打开了炼丹师的大门，那么领悟丹文啊，绝对是炼丹路上的顶尖存在啊！这种人只要修为跟上去，便是神丹也可炼制。周青是我刷下去的废物，连李双喜也错过了。早知道他有丹道天赋，说什么都要抢啊！这孽徒他在做什么？他不是不会炼丹，何时领悟丹道之文？我的天地悬浮塔没了！有天才弟子还装阴沉，分明低调炫耀。装逼界好少，装的有内涵呢。成了。师傅，徒儿心不辱命，没给道风丢脸。不错，做得不错。师傅放心，徒儿今后一定再接再厉。光大道风。
洛峰主，恭喜你呀！你收了绝世天才，道风恐怕很快能力压其他风，成为诸峰之首了。洪峰主言重，列图不堪造就，今后的路还长呢。哎，洛峰主太谦虚了。周青都能算列徒的话，那天底下没什么好徒弟了。洪峰主，若是无事，我想先回去休息了。哎，洛峰主且慢，其实为兄有个不情之请，我想让周青转我门下，炼丹风更适合他。多谢洪峰主美意，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。我周青这辈子都不会改掉他人的。师傅，给。你们不是去历练了吗？我们历练完了，就马不停蹄的来找你，心里想着你老人家，还给你带了最爱吃的白切鸡。我们这么孝顺，你不会怪我们的吧？我去啊！筑基境，大弟子这2天到底经历了什么？你们历练的经历说一遍。就这样，我们追着土匪进了山洞，后来发现了地心乳，服用之后，我们便突破筑基了。出门就捡宝，这主角待遇，可是我俩徒弟都有成为主角的潜质了。还是把他们放在自己身边安全。只要放在自己身边，自己多上点心，严加看管，想起来他们也翻不来多大浪花。系统支线任务发布，10日后，宗门年度弟子交流赛包含拳脚、刀剑、炼丹大赛，宿主弟子排名越靠后，奖励越丰富。具体奖励视比赛结果而定。又有任务，神王体、悬浮塔都没了，这次必须拿到奖励，得想个办法才行。看着你们步入正轨，为师替你们高兴。但学海无涯，道无止境，万不可生自满之心。要须知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。尔等可知道？谨遵师父教诲。周青，你从今天起每天挥舞剑招10万下，数量不够不要停，知道不？弟子遵命。李双喜，你每日练一套拳，直到练不动为止。剑法好不代表实力高，拳法精才能触类旁通，切记。是，师父。小雅，你今日起学炼丹，要用心。是，师父。系统派发的比赛不是有炼丹、拳脚和刀剑吗？到时候就让3个弟子分别参加自己不擅长的领域，到时候奖励还不滚滚而来。系统可没规定要让哪个弟子必须参加哪项比赛的规定。师父，师弟这是悟道了。这孽徒的领悟能力怎么这么逆天？这才3天就领悟入微之境了。多谢师父教导之恩。师父的方式就是与众不同，师父的方式极其管用。谁能想到榨干体能才是悟道的最好方式？你做的不错，不枉为师的一片苦心。狗屁的教导！我明明是想让你们止步不前啊！恭喜师弟，恭喜师兄。师兄师妹，师父的方式极其管用，榨干体能才能抓到冥冥中的灵感。你们不妨也试试。师父，弟子还有些感悟，想回去再巩固一番。啊，去吧去吧。好。压榨极限潜力，置之死地而后生。我悟了，这就是入微之境的门径。这俩货又领悟了。别人打生打死求不来的道理，他们洗个衣服看个剑痕就会。我才是这本书的主角啊！师父用心良苦，若非师弟提醒，弟子怎能摸到入微的边儿？师父的话是乃修行至理，一言一行大有深意，可谓乎道。可不是嘛！我每日都会抄录师父的经典语录，一日3省吾身，每次看都会有额外的收获。
难道我真有教出来绝世天才的天赋？不行，得下山。道风这破地方，再待下去要疯。你们两个随为师下山一趟。是，师傅。本想独自下山，可是师兄妹三人待在山上，说不定又能交流出什么不得了的东西啊！带在身边好，顺便看看俩徒弟的优缺点。杀！过去看看。大侠，救命啊！天云宗地界还有土匪，胆挺肥啊！你们两个上去搭把手。好。点子扎手，快撤！多谢二位救命之恩，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，无需客气。我辈修行中人就该锄强扶弱，些许小事不足挂齿。恭喜宿主获得临时抽取废物徒弟任务，此次任务临时发布，时效为半个时辰。任务成功，奖励大成荒古圣体，必须是收取没有修为的废物渣。任务失败，若没有收取徒弟，则系统功能暂不开启，停封3个月。师傅，还请师傅收弟子为徒。叫什么名字？我叫黄福奇，资质平平，没有修为，勉强够收徒标准，但距离绝世废物还有不少的差距。你想拜我为师？不错，弟子一心求取仙缘，长途跋涉不远千里，只为求道，求道之心一片赤诚，还请师傅怜悯，传授弟子修仙之法。道心这么坚定，勤能补拙怎么办？得用虚头巴脑的东西打发他。对了，逍遥游晦涩难懂，还显得玄奥，完美。我收徒弟，一不看资质，二不看出身，只看缘法。我这有一篇仙法，我说你听，若是你能领悟，便是有缘；若是不能，则说明有缘无分。还请师傅传我法门。北冥有鱼，其名为鲲，鲲之大，不知其几千里也；花儿为鸟，其名为鹏，鹏之背，不知其几千里；怒而飞，其翼若垂天之云。师傅，这少年竟然能瞬间顿悟仙法奥义。我装个逼而已啊，居然引出绝世天才！这少年竟然是万中无一的风灵根，万中无一啊！我要的是废柴啊！师傅，为何要走啊？师傅自有道理，快跟上去。师傅，等等我！师傅，弟子愚钝，师傅传授的功法，我只能领悟皮毛，还请师傅再给我一次机会。听一遍逍遥游就会御风，这叫愚钝。天下要是有天才，这小子就是天花板，我要的是废材啊！求师傅怜悯，把弟子留在身旁，弟子必定端茶倒水服侍师傅。难道这是天意？都走这么久了，竟然一个人都没有碰到。你真想拜我为师？拜我为师，那可是要吃尽苦头的。弟子一心向道，不怕吃苦。罢了，那我就收你为我道风的第4位弟子。谢谢师傅。原来师傅是为了考验四师弟啊。师傅做事果然不一般。考个锤子！我只是不想被系统封。这俩徒弟脑补能力也太强了。师傅，我想回房修行。师傅，我也想修行。徒儿啊，勤奋好，但我道宗讲红尘炼心，这未经红尘事，心境跟不上，练死也没用。此次出行，你们以普通人的身份说话，休提修炼之事。
这俩资质逆天还拼，我还要不要活呀？吃饭吧。师傅说修行不能苦修，得红尘炼心，到底咋炼呢？师傅的话肯定有深意，可我悟不透啊。我靠，炼心就是洗净铅华，师傅拆穿假道士，喝酒划拳，不就是跟着本心逍遥？对，明心见性才是道，师傅随便点拨就点透了。师傅不愧是高人，随便点拨2句就能让我们突破。哼，这俩家伙肯定因为不能修行急得失眠，我这招太管用了。等宗门大比把他们打趴，师傅肯定得乐疯。先不说突破的事儿，给师傅个大惊喜。师傅和师兄姐偷偷乐啥呢？洛峰主，刀剑无眼，道风好不容易招了3个宝贝徒弟，要是在比赛里受了损，你又成孤家寡人了。这俩狗东西不就是前身几百年前和他们有过节吗？至于次次嘲讽吗？洛峰主，你这3个徒弟是有天资，但今日是宗门大比，可不是小打小闹，现在退出还来得及。万一徒弟上擂台被打死，你这老了死了没人抬棺，想想还真可悲呀。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，尽力就好，事不可为就认输。师傅放心，弟子一定给您争口气。道风人少，但我们3个合起力来，能撑起一片天。无知小儿还撑起一片天。今天是内门弟子的主场，你们3个再练10年8载再说吧。师傅是废物，徒弟也是蠢材，夜郎自大，这些就是你教出来的徒弟，真是让人失望。修行者不用太在意他人目光，做好自己就成，没必要做匹夫之争。师傅越护着我们越要为他争回面子。洛峰主，你3个徒儿修行尚短，别指望他们拿好名次。老康，兴许人家努力，还能进前100强呢。这俩狗逼一天不逮着我咬就不舒服，又不是睡了他们媳妇儿。我已经吩咐弟子，遇到你道风弟子会格外手下留情。王峰主如此关照，我谢过了。他没听懂反话。洛峰主，我弟子陈奇和你弟子遇上了。王刚的弟子修为不差，我那3个徒弟肯定能止步。重宝要来了。这就是你找来狙击我徒弟的结果。他们就3人，别人都抱团，怎么还没被冲散？再这样下去，他们要晋级了，奖励要降档了。这俩货都怕被打脸，没人帮我。上天啊，让他们遇到真传弟子吧！预赛结束，道风李双喜、周青、林云雅晋级100强。完了，他们真的进了。洛峰主，主弟子晋级100强是运气，接下来运气就不一定好了。能叫过来还有你说？康峰主操心过界了。莫非洛峰主觉得他们能晋级赛？康峰主这么闲，不如管好自己的弟子。好不容易收了3个徒弟，要是被砍死擂台，白发人送黑发人，可够惨的。这老家伙就会几个人。
这100人都是筑基老油条，徒弟们能拿2等奖也不错。不会吧？这仨真能打进晋级赛？我跟赌徒似的，别人判马赢，我判自家马跑到1。完了，1等奖没了，2等奖也没了，系统奖励要飞了。哼，不过是入了晋级赛，瞧你那德行，真以为你弟子能进前10？师傅，弟子3人没有给你丢脸。我倒希望你们丢脸，脸面哪有奖励奖，还得装高人。不错，干得很好。不过是侥幸晋级，连前10都没进，这还值得高兴？没见过世面，就是没见过世面。康房主乃大人物，自然不是我们能比的。不过我们进入前10还是有信心的。神剑锋乃第1大锋，弟子若进不了前10，恐怕要遭人笑话。无知小儿，这点成就也敢炸刺儿，不尊长辈！我现在毙了你，也没人敢说什么。康房主担心弟子打不过道风弟子，提前清理障碍也正常。原来往年神剑锋前10的弟子是这么来的，真是让人大开眼界。能进晋级赛都是宗门重点关注的，我就不信他敢在大庭广众之下动手。小崽子，待会儿擂台上再说。哼！我不能出手，但弟子能。成化孔剑锋遇到道风弟子，全力以赴，各杀无论。你很不幸遇到了我，再给你3年，或许能争大比第1。可你不该得罪我师父。不过我改主意了，毁个小成剑意的天才，可比杀了你有意思多了。这么说，我还得谢谢你。哈哈哈，该我谢你才对。毁天才，就像折一朵刚开的绝艳花，多让人激荡。道风弟子从不怕人，哪怕他多修10年，我也无惧。道风倒数第1，也配和神剑锋打？运气用完了，肯定输。有点意思啊，但也就这样。道风弟子从不说输字，接我一招云归剑。筑基1层能战我3层，热身结束，闹剧该完了。我有屠魔剑，至刚至阳游历所得，从未是人。你死在这剑下，黄泉下也该自傲。吾有一剑，名土狗剑，偶然所得，请你赐教。教！怎么可能？我是神剑锋最杰出的。道风弟子赢了，那是筑基1层。康峰主，这就是你找来阻击我弟子的人？废物！洛风主，你别得意，只不过赢了1场而已，还有2场呢。第2场胜者，道风林云雅；第3场胜者，道风周青。师傅，我们都赢了。师傅，我们进3轮了。这仨小祖宗，赢比赛能换我床底的桂花酿吗？师傅，我们都赢了。师傅，我们进3轮了。哎，之前连100强都进不去，怎么突然这么能打？师傅教的红尘炼心啊，那日回客栈想破头都想不到，居然凝结到心了。师傅，你真是慧眼如炬啊！我闲的，乱说什么红尘炼心啊！现在道心都出来了。你一个炼丹的，凑什么擂台热闹？师傅，我之前领悟入微之剑，巩固后自创问剑9式，本想着给师兄师妹们加点油，一不小心自己就晋级了。炼丹的都去打擂台，
道风要改行当武馆吗？一不小心就晋级，这是要气死宗门数万弟子啊！感情你们是来陪跑的，跑着跑着就赢了。今天没看黄历，说什么道风进前10，我道里拉稀，可别让洛林想起这事儿啊！比赛推进，李双喜打入4强，李云雅与周青对战，周青主动认输，最终李双喜夺冠，李云雅获亚，周青排第6，道风3人包揽前6席3席。师妹，我认输。得不到奖励也罢，师徒相处挺好，他们孝顺听话，也算是乖孩子。各位同门，今日成绩全靠洛林师傅教导。等等，他们这是干什么？各位同门，今日成绩全靠洛林师傅教导。师傅每天都跟我们主要扇，熬夜改剑招。师傅说，剑招不用花巧，用心就行。我的9招就是这么来的。刚高兴就来这出啊！早知道不让他们学感恩发言了。这3个怪物，洛林走了什么狗屎运？耶！唉，算了，他们高兴就好。师傅，我们没给你丢人。你们做的不错。师傅，接下来的炼丹比赛，周青能再为道风争光。有没有把握？这场比赛有没有把握拿下？师傅，弟子虽已掌握丹火，领悟道文，但是缺乏相关材料，最多只能炼1品丹，怕是不能脱颖而出。尽力而为就好，别太有压力。师傅这是在鼓励我呀！就算没好材料，我也要拼尽全力，不能让师傅失望。周青，这是我们在山洞中寻找的千年地中乳精华，攒了小半瓶，你炼丹时用，一定要赢啊！这道风的脸，师傅的脸，全靠你了。师兄师妹，你们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让你们失望的。这下应该输了吧？没好材料就赢不了，这次大奖总该是我的了。本次炼丹大赛第1，道风周青，所炼丹药3品大圆满。刚刚说没把握，不会是骗我吧？弟子哪敢啊，师傅！这不是师兄师妹上次游历给我整了点地中乳，这我才敢试3品大圆满。师傅，我们可把最珍贵的东西都拿出来了，你可得补偿我们。补偿个大头鬼啊！我盼的奖励没了还要倒贴，这叫什么理啊？陆峰主，恭喜啊！你道风不出10年必定崛起。范峰主客气了，都是弟子争气，和我没什么关系。洛峰主有什么好的经验分享分享，我们也好沾沾光。我哪有经验啊？都是他们脑补错了我的意思啊！不敢，这弟子争气我没教什么，跟我没什么关系。各位峰主要是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就带弟子回道风了。师弟，这句九鹏为科，九力为硕，科离水活，硕离火死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九鹏啊是变异大鸟，只能飞不能跑，极少待在阴暗处。它下出来的蛋呢是科，科不喜欢沾水，却要靠水孵化。
说是火精灵，怕低温。还有个典故，师弟师妹，你们在干嘛？师兄，我们在研读典故呢。我发现那个惊天大秘密。今早给师傅送饭，发现他还领悟了无敌道。什么秘密？快说。师傅的事儿。我看到师傅，然后悟了。精气神合一，冥想师傅的样子，能爆发出10倍力量。10倍？这么厉害？哎，有没有后遗症？道藏说是我都有2面性。没有，施展后精神更活跃，越用越厉害。我去，那空灵冥想是什么样的？就是师傅冥想时的姿势，就是他的样子。不行，我们都摸不到师傅的神韵。我是观摩了师傅的风姿才领悟的，你们呀，得去观摩师傅的神韵。那我们再去观摩师傅。对，只有观摩师傅的样子，我们才能悟到。我们商量一下什么时候去。我觉得咱就5月30去。师傅今早让咱们在这儿静心读道藏，咱们一窝蜂过去，准挨骂。小师弟呢，对路况熟，你去吧。这样会不会太……哎，不会，去吧。放心，我们帮你圆场。师傅总把我交给二师兄，说话支开我，肯定逍遥游悟的不够，天赋差。我一定让师傅刮目相看。师傅住的老树，二师兄说他总在那儿喝酒睡觉。师傅的气势像清水又像漩涡，是看山不是山的境界。我命由我不由天。这速度怎么这么快？这要逆天了！师兄师姐，我回来了。这什么？好香啊！这是我父亲让人带的特产，里面有世间你最爱吃的幸福。怎么样，观摩师傅有收获没？我领悟了神奇法相，顶天立地，周身大星环绕的那种。神奇法相，那可是画境才有的啊！那我也要去。装逼气场和高手气场能弄出那么多花里胡哨的异象，可连个3合中的小狮子都挪不动。师傅在演化天地，上古神魔灭世，生死轮回的景象，这是生死轮回之印啊！悟透了，能执掌阴阳成神。哎，师妹，你跟师傅去后山领悟到了什么？我领悟到了阴阳印记。师傅演化天地时，我看到了生死轮回的景象，脑海里出现了枚印记。阴阳印记？那可是能执掌阴阳的逆天神通啊！师傅也太牛逼了吧！咱们之前连入门级的功法都摸不到，现在居然能领悟这种大神通。可是我觉得师傅有点古怪。古怪？哪里古怪？你看，师傅能演化天地，修为堪比远古魔神，可是为什么留在天云宗当道风宗主？天云宗宗主都不过是元婴时期，给他提鞋都不配。师妹这么说倒真有道理，
我听说有些高人专门隐居闹市，游戏红尘，师傅会不会就是这样的人？或许师傅是有牵挂，比如痴情的故人。我觉得师傅肯定有牵挂，我们这些做弟子的不妨关心一下他。对，那我们怎么查？师傅说我们是说过，就算全世界都放弃我们，我们也不能自己放弃自己。我们缺的是机会。我们都是废人，你说师傅为什么收我们为徒？肯定是在我们身上看到了年轻时的影子。师傅年轻时肯定也不能修行，一定是得了某种机缘。那不如我们查查师傅的起居记录，看看他的往事。行，可以。丽丽，不要走！系统，我要杀了你！二师兄，你领悟到了什么？杀戮法则。二师兄，你……我看到师父做梦了，他在梦里喊了37遍丽丽，最后说：“系统，我要杀了你。”师父这种修为怎么会做梦啊？这会不会是师父的心魔？丽丽是谁啊？系统又是谁啊？肯定是那个系统害了师父的爱人，师父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敌人。不管系统多强，我们都要杀了他，这是我们的终极目标。看来我们以后要加倍修炼。我去查古籍，找系统的线索。等我们成长起来，就算是追到9天，也要宰了那系统。师父的心魔，岂是我们能解开的？那我们也不能什么都不做吧？师兄师姐，你们有没有想过，我们为何突然从师父身上各自领悟一种神通？那肯定是师父有意为之啊，我们哪有这天赋啊？师父修为那么高，肯定早就知道我们在旁了。那你说师父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？你的意思是师父要走？除了这个原因，我想不到别的解释了。不行，师父现在心魔缠身，那个系统既然是他的生死大敌，肯定不简单，我不能让他以身犯险。你们这是做什么？师父，您的事儿弟子们都知道了。你们都知道什么了？你的过往。完了，穿越的事怎么暴露的？我的过往？我的过往是什么？还请师父放心，弟子们一定勤加修炼，不断的强大自己，帮助师父杀死系统。杀系统？你们到底知道什么？快从实说来。就是幸好穿越身份没暴露，但是这帮兔崽子领悟速度也太快了。你们啊，你们的脑洞不去写话本，真是可惜啊。师父，我们只是不想你走。放心吧，师父不会走的。好。周青，师父，我怕你偷偷走了。王福奇，你在干什么？师父，我怕你半夜跑了。你给我滚出去！你们玩也玩了，闹也闹了，从今往后要是再让为师发现你们监督我，以后你们就别想再见到为师了。弟子不敢。弟子不敢。师父，我们只是怕你突然消失。不敢最好。师父。
师傅，吃橘子。小雅，不用跟这么紧。我喜欢跟着师傅。甜吗？甜。师傅，你看那朵花，像不像你上次画的丹底鹤？人嘛，总得在这世界上有点存在感，被人在乎的感觉，别说还挺好的。师兄师姐，咱们这修炼速度啥时候才能给师傅报仇啊？修行得有才履法地，我们缺资源，得弄灵石。对，要不然太慢了。可灵石去哪弄啊？总不能找师傅要吧？师傅身无长物，这点事儿得自己想办法。长老，是你们呐！宗门大比前3，还如此勤勉，好苗子。这位是长老，这位是师父新收的弟子黄福奇。师弟，这位是完颜浩长老。长老好。好孩子，让我看看你的灵根。行。孩子，你可是有何奇特之处？弟子天资愚钝，只有一个隐藏性的风灵根而已。你再说一遍。我就有一个隐藏性风灵根而已，弟子愚钝。天佑我玄天宗啊！长老不会发烧了吧？孩子，你修行多少时日了？我这刚入师门7日才到筑基境，弟子惭愧。修行1周即可筑基，还惭愧？你可是破了宗门内的记录啊！长老，不知你有何事？哎呀，你们不是拿了宗门前3吗？我是来给你们送修行资源的。真的？正好，你们师傅在哪里？我给他送过去。长老，请随我来。长老，我觉得你特别像我爷爷。哎呀，还是年轻好，有朝气。来，孩子。最近这个系统啊，越来越懒了，每天晒晒太阳，喝喝茶，活成了7老80的老头，前身是几百岁的老怪物，我才20啊！系统技能研究完，我就绝望了，无忧无虑也不错，就是4个弟子把我棱角磨平了。作为系统选中的男人，怎可消极？主线任务，带弟子参加横断山脉宗门大比武，弟子排名越靠后，奖励越丰富。S 级远古神魔体， A 级金丹， B 级筑基， C 级安慰奖，一键格式，限用5分钟，冷却1天。系统，你不是转性了吗？这安慰奖这么牛，一键格式，5秒真男人也就够了。难道系统察觉到了我的失落？可惜啊，没弟子那领悟力，灵光一闪就没了。师傅，我们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完颜老兄难得来道风，请坐。小雅，奉茶。是师傅。洛风主好雅兴，这每日悠哉悠哉，小日子羡煞旁人呢。老兄见笑了，不知完颜长老来有何事啊？这次过来，老夫有2件事情，你可要感谢我呀。上次宗门大比，你道风弟子不是得了前3吗？宗门本来要少花资源，是老夫跟掌门据理力争，规矩就是规矩。这次来啊，老夫给道风带来了灵石32万8千块，断体液1万斤，还有啊，聚气丹5000颗，是不是要谢谢老夫啊？完了，我拼死压着弟子修为到筑基，这资源一来，他们不得一飞冲天啊！这哪是恩情，是灾难啊！陆老弟，你没事吧？啊，没事，就是突然想起了刀锋以前的事，有些感慨。唉，咱俩啥关系？刀锋的确是没落了。去年呢，
宗门还没有下拨资源，这不，你收了这4个弟子，崛起指日可待呀。完颜兄刚说来有2件事，这第2件事是，马上就是横断山脉10年大比，掌门呐，想让你这4个弟子出战，为宗门呐撑面子。我答应了。罗老弟这4个弟子天资卓绝，这次出战定能大放光彩。他们天资愚钝，就别捧他们了，免得骄傲自满。哼，我哪是装啊，我要的是废材啊！他们越优秀，我任务越难完成啊！这完颜长老难得来一次，留着吃了饭再走。哎，不了，再聊下去啊，老夫就要怀疑人生了。哼，哎，这老头儿，你们今日修行怎么样了？师傅，徒儿愚钝，才刚刚筑基。这叫愚钝？完颜长老之前的心情我可太懂了。这别人用了10年才突破筑基，你们2个月就完成了，小心这根基不稳，不然以后怎么冲击绝巅？记住了，不许用灵石修炼，这轻则修为流失，重则修为尽废呀。师傅，那怎么才算根基牢固啊？我听说有人自废根基，重熬根基，反复打炼，才能练下完美道基。自废修为，这会不会有点太疯了？这才练的呀！就等你们上套啊！自废修为等于废材，任务稳了。4个小崽子要是真自废修为，S 级奖励手到擒来，远古魔体啊，站在世界之巅不香吗？去看看他们的动静，可别反悔啊！师傅既说根基要牢，必有用意。我原先根基像泡软的竹子，若没有破釜沉舟的狠劲，怎攀绝巅，怎能为师傅报仇？师傅说的对，连这点魄力都没有，以后拿什么扛山？2位师兄都上了，我黄甫奇岂能落后？有神功一起练，同门共进退。既然你们叫我师傅了，等我拿到远古神魔体，就让你们站在我身后。不过根基废了，哪有那么好修啊？这次1等奖稳了。师傅既说根基要牢，必有用意。找到修复的法子了。回师傅，师弟子愚钝，想了1天还没明白。都是我们天资不够，辜负师傅的苦心。不着急，慢慢来。继续吧。还是废了，远古神魔体我拿定了。他动了，吐出的玄气像带着星光，洒在我破碎成渣的丹田上。天哪，根基在长，黑中带青，比之前牢10倍。师傅没骗我们，我的根基更牢固了。师傅就像天上的星云，初见平平，越了解越觉得深不可测。他说的每句话都是宝贝。师傅说过，要破而后立，反复再来。对，要更强的根基。我来，算我一个。我也来。行了，都别折腾了，赶紧去大殿集合，要出发了。是。
目标横断山脉，出发。哇塞！哇塞！你看这个地方，没见过，怎么这么美啊？下面怎么那么多没见过的？上次领悟后，我发现睡觉的时候，精气神会和体内的小人师傅联系，帮助我们重铸根基。对，我们的根基能重铸，就是这个原因。要是现在睡一觉，说不定还能补全根基呢。长老，啊，小家伙们，老夫来给你们唠叨唠叨，没打扰吧？没有没有。谁干的？居然毁了你们的根基！哎，没，长老，这是我们自己干的，和别人没关系。你们是不是受人威胁了？没有，长老，这是我们的修行之道。胡闹！根基是修行之本，没有灵根怎么修行？是不是你们的师傅嫉妒你们的天资，给你们指了条邪路？长老，话可不能乱说。我们敬你是长老，如果你要污蔑家师，我们绝不答应。这跟我想的不一样啊！长老，我们可以跟你说，但是你要给我们保密。哎呀，行，我保密，你快说。长老，这是我们的修行之法，欲冲绝巅，须筑雄厚根基，毁去根基，才能不破不立，重铸无上根基。胡闹！老夫活了几百年，从未听说过如此荒唐之事。长老，其实我们已经成功了，您再仔细看看，我们的根基和常人有什么不同？你们的根基上有金芒。不错，我们已经毁过一次根基，重新凝聚了。现在我们要凝聚出最强根基。是这个世界太疯狂，还是老夫已经老了？长老，这可是我们的秘密，你要保守啊。行，我一定保密。不过你们要重铸根基，一定让老夫看看。长老放心，等我们重新凝聚好根基，第一个让你看。好。哎呀，记着啊，一定让老夫来看看。今日本座主持百门大比，大赛分3阶段，交流赛可约战赌资源，晋级赛选前10，总决赛前4得横断山脉10年开采权。玄天宗杂碎，可敢借我玄义宗战帖？有何不敢？我就怕你玄义宗输不起呢。那赌10条2品灵脉如何？1条够你宗弟子1年用度，够打吗？好，这赌约我道风接了。 3日后10场对决，每场赌1条。若派天才通关，赌注翻1倍。你玄天宗敢接吗？我接，我倒要看看你玄义宗出了什么天才，让你这么狂。 3日后若输了，10条灵脉双手奉上。走。完颜浩，你终于来了。我以为你们玄天宗要当缩头乌龟呢。小玄义宗有何怕的？你们宗天骄倒是长得挺壮实的嘛，砍柴挑粪很合适啊。完颜浩，今日合交打10场，你们随便挑10人，输1场就算我们输。太嚣张了！长老，弟子请求出战。安静。你怎么看？长老，弟子请求出战。你有何看法？长老，弟子请求出战。有几分把握？90%。好，小心。完颜老头，你们玄天宗挑个人就这么磨磨唧唧的吗？要是选不出来的话，就10个一起上吧，节省时间。大师兄威武！大师兄威武！大话谁都会说，得有实力配才行。玄天宗没人了吗？派个女人上来丢人！女人，趁我还没动手，赶紧退下，不然你会死。
狂徒，我倒要看看配不配你的嘴。大师姐好样的！大师兄的金刚战体已炼制大成，几千斤力，这女人死定了。一个女人而已，自寻死路。这丫头根基废了，要是何娇下死手，我拼了命也得救她。师姐能行吗？那何娇气势好吓人。玄天宗的小杂碎，受死！大师姐威武！大师姐威武！就这，之前说挑我们10个人的天才，原来这么不经打。师傅，弟子没给你丢脸吧？做得不错。你们都是怎么修炼的？师傅，你说的嘛，要通绝巅，要有破釜沉舟的心和最雄浑的根基。这么说，你们都重铸根基了？孽徒啊！我当初只是装逼，叫你们废根基，谁让你们真的成功了？我的远古神魔体啊，要被这帮小兔崽子搞丢了。师傅，你怎么了？脸怎么这么红啊？师傅，你怎么了？脸怎么这么红啊？没什么，就是突然想起你刚进山的时候连剑都拿不稳的样子。做得不错。几个弟子根基出城，压不住了。这些天想了很多方法都没用啊，愁啊！他们越出名，我心里越苦啊。晋级赛，我们的新征途。要让天下人知道我们玄天宗的厉害。这次一定要抢购资源，让他们瞧瞧我们道风的实力。师傅，我们现在要上场吗？你们看着办就好。老骆，要我说，他们先别着急上场，先让他们打一打。高手呢，往往最后才出场。现在上场去打那些虾兵蟹将，浪费力气不说，还落个以大欺小的名声。等快结束的时候再上场，一战定乾坤，守住几轮10连胜，你这名声啊，不是更上一层楼了吗？长老，这是为何呀？长老，等会我们还要再上场吗？你们带你们出来就是带你们历练的，现在不上场，等会儿啊灰溜溜的被别人从擂台上揍起来吗？长老，其实我们对自己的实力还是挺有自信。你们要是有道风弟子的天资，我也无话可说。人家李双喜能够和天宗的道子打成平手，你们能吗？快去！你就是李双喜？没错，我就是。阁下有何贵干？你最近风头很盛，可敢与我打一场？若是能在台上相遇，定当奉陪。我一直都在怀疑，你一个玄阶中门的弟子，如何与天道弟子打成平手？这世上的天才有很多，但是像我李昭这样的天才只有我一个。纵然我们会在战场上面相遇，可是现在我已经等不及了，我倒要看看你是否与传言般那样厉害。年轻人，你是来挑战我玄天宗的权威吗？你太嚣张了！这小子的心思也就我读懂了。李双喜，山中无老虎，猴子称霸王，你可敢与我一战？李昭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我佩服你的胆气，就是不知道你有没有胆气与我一战。出手吧！这么说你是答应了？这边正好有空的擂台，我们去那边打吧。我说了，你可以动手了，对付你一招足矣，何须上擂台？哈哈，这就是你们自命不凡的本事啊！假冒体格装老虎，不知天高地厚。想装逼得有实力啊！李双喜能和天宗道子打平手，你踩他头上也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，除了蠢没别的词形容。
这怎么回事？猎徒给各位添麻烦了，王某赔个不是。你玄妙宗弟子闹事，一句道歉就想解决？那王爷兄，你觉得该如何解决？终于轮到我们出场了。师傅说过，人生在世，不为名利，不求上进，活着有什么意义？今天就要塑造我们的传奇。我什么时候说过这种话？老骆，你说你这4个弟子能坚持多少轮？也就10几轮吧，这法力总有消耗完的时候。怎么没人挑战？我来战你，李双喜，来呀！在下输了。老骆，你这4个弟子不得了啊，要名动天下了。老骆，教授一下你的授徒经验呗，我们都等着呢。我要培养的是废材啊，这帮徒弟自己练的，关我什么事啊？我真没怎么教啊！各位，怎么教徒弟，那可是宗门大秘啊！你们这般光明正大的偷学，非君子所为啊！谁懂啊？我比你们更绝望。老骆，你简单说2句。这老小子立场变得太快，回头一定坑他。行吧，那我就随便讲2句。其实这教徒嘛，就一个字，严。都说严师出高徒，我们呢要尽力的压榨弟子的潜力，把他们体能给榨干，方能突破他们自身的极限。当然，这弟子的勤奋和坚毅的毅力也是必不可少的。言尽于此，你们请便吧。老小子，记着你欠我人情啊！哎呀，骆峰主，有人指名道姓挑战道风弟子。哦，长老，不知来的是何人？天宇宗江洛神。天宇宗前3宗门，出生异象，从境无敌，曾单人灭3000山寨，能斗金丹。师傅，让我去会会他。师傅，我们也想去试试。听说你们玄天宗出了4位道子人物，让他们来见我。有本尊在的地方，何人敢称天骄？哪个敢尊道子？你就是江洛神。李双喜、周青、林云雅、黄福奇。为了不浪费时间，你们一起上吧。对付你，何须4人？有我1个人足矣。来战！大日真延伸。怎么可能？天宇宗到此不过尔。我承认你很强，但他们3个定当是浪得虚名之辈。江道子，你实力强悍，远非常人可及。可如今你身受重伤，若是赢了你，未免事后有人说我玄天宗胜之不武。我看啊，你还是从哪儿来回哪儿去吧。我江洛神有神丹妙药，这些伤片刻便能恢复。我之手段，岂是尔等废物之辈所懂？谁敢与我一战？我来。江道子，你的无敌呢？你的不败呢？这次我要挑战你。如你所愿。4
名弟子获得大赛前4名，任务完成评级 C 级，获得安慰奖，1件格式。本次万宗大比，道风弟子包揽前4，创下宗门千年未有之奇迹。洛风主教导有方，功不可没。洛风主，你上来讲2句。检测到宿主完成隐藏任务，传道授业，逆天改命，诠释修行真谛。恭喜宿主获得终极奖励——混沌神魔体。从今往后，你们4人便是本尊的亲传弟子，你们以后要团结互助，一起登临仙道巅峰。是师傅，我们一定不会辜负师傅期望。